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孕妇在生小孩的时候会选择用剖腹生产，数据远远超过世界平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台湾妈妈不想要自然生产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自愿剖腹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当我们这个年纪身边很多人都开始在考虑生小孩的问题，而这几年台湾选择用剖腹生产的妈妈越来越多。不少人觉得说剖腹产比较安全又没有那么痛，有得选当然会选剖腹啊。但有些医学界的人认为呢，这种说法只是迷思剖腹产并没有一定比自然产好，甚至有人怀疑台湾剖腹产率的这个直线上升背后跟骗保赚钱的阴谋有关。等等，连生个小孩水都那么深吗？剖腹产到底对孕妇好不好？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选择剖腹产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加入志奇77的频道会员可以享有哪些好康吗？接下来这1分钟，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频道会员福利。第一个是你可以参与每月1次的议题许愿池，你可以在这里提案想听的主题，那会员票选最高的几个题目，团队会选出至少1题做成影片。而第二个是企划们的政治不正确真心话，跟大家分享研究议题的思路还有心得，甚至是辛辣的回复观众的留言。第三个是每个月至少会有1支的会员专属影片，影片内容包含了像是影片的拍摄花絮议题的延伸讨论、完整版的访谈影片，又或是我们团队亲自回答会员的提问。而第4个是留言的时候，你的 ID 旁边会出现频道会员专属徽章，还可以使用专属的表情符号。那最后，除了刚刚这些福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你加入会员给予我们的支持，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稳定的收益，继续制作更多重要的时事和社会议题影片。你可以在这几个地方点击加入，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就能够加入志奇77的频道会员。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加入会员，也可以抖内支持我们。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伙伴，和我们一起推广更多重要的议题。要讨论剖腹生产好不好的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先来了解一下剖腹产到底是什么。那目前生产的方式有自然产与剖腹产2种。自然产呢，就是指产妇经由产道生下胎儿。那一般认为胎儿经过产道的挤压，会促使这个呼吸道内的羊水排除与吸收，让小孩的肺部顺利的展开。所以用自然产的小孩呢，发生呼吸窘迫的几率，一般来说比剖腹产来的低一些。而剖腹产的做法呢，就是先将产妇麻醉，再用手术刀把腹部跟子宫化开，取出胎儿之后再缝合起来。当孕妇遇到产程迟滞胎儿窘迫，还有这个前置胎盘等等医疗问题的时候，剖腹产是挽救胎儿还有产妇性命的重要手术。不过在2015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表示说，当一个地方的剖腹产率达到 10% 的时候，胎儿或者是妈妈的死亡率确实会降低，但超过 10% 之后呢，剖腹产再多，死亡率也不会跟着明显降低。所以除非是医疗上有需要，目前这个卫福部还有妇产科医学会都鼓励孕妇选择自然产。但有趣的是，近年来自愿选择剖腹产的人却越来越多了。2020年台湾的剖腹产率是 37.2%， 远高于世界平均的 21%， 而且这还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全世界的剖腹产率呢都在上升当中。而刚刚提到的世界平均是 21%， 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只有 12%。不过从资料来看各国剖腹产率相当的悬殊，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呢只有 5%， 但拉丁美洲还有加勒比海地区呢却高达了 43%。所以有研究认为世界剖腹产率的增加表示生产的医疗环境提升，同时也显示高收入地区的妇女呢更喜欢选择非医疗需要的剖腹产。等等，刚刚我们不是说妇产科医学会都鼓励孕妇选择自然产吗？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妈妈会想要选择剖腹产呢？在台湾越来越多人自愿要求剖腹产的原因有以下几种第一个是看时辰，想要透过剖腹产呢让小孩的八字落在想要的命格上。而第二是觉得剖腹产比较安全，因为现在的高龄产妇比较多，大家担心自然产的不确定性高，过程呢可能会发生难产的问题。也有人担心说自然产呢会导致这个阴道松弛或是有子宫脱垂的风险。而第三呢是因为不想要经历自然产的阵痛，阵痛的可怕大家可能听过，从一开始的肚子变紧，子宫微微的收缩，在一次次的频率
率缩短，痛觉越来越强烈，最后是胎头向下撑开产道，感觉骨盆被强行分开，那种深入骨头的酸痛。等等，怎么讲的好像我自己生过一样？好了，总之呢，就是真的很痛。那对比之下，网络上面有许多人分享说自己剖腹产完全没痛到，隔天就可以下床走动的经验，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而另外，自然产除了阵痛之外，产妇最怕的是痛半天生不出来，被拖去剖腹产吃全餐。所以不少人就想说反正迟早要剖，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剖呢？而第4点是剖腹产的时间比较好控制，因为自然产呢通常要等到产兆才能够去医院，而即使是预约催生因为每个产妇的这个子宫颈扩张速度都不一样，也没有办法知道要生多久。但是剖腹产从划下第一刀到抱出胎儿只需要3到5分钟，就算呢再算上前面的消毒麻醉的前置，到后续清理胎盘缝合，也只要4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差异非常的大。那上面提到的这几个原因主要是从孕妇的角度来谈的。另外呢，也有人认为说，台湾近年剖腹率不停的上升，跟诊所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根据统计近年来自愿剖腹产率在医院逐年的下降，但是基层诊所反而上升。像是剖腹产率排名最高的前10名医疗院所，诊所就占了7名。一般认为医院设备好、人手多，处理需要剖腹产这个高危险妊娠应该更多。那为什么剖腹产反而比诊所低呢？第一个原因是医生的态度。通常医院的医生呢会倾向建议低风险的产妇自然产，而基层诊所呢比较会提供客制化生产，也因此比较能够接受自愿剖腹的要求。而再来，目前剖腹产大多采用一般剖腹，也就是切开腹膜进入腹腔之后再切开子宫，安全性比较高。但是剖腹率高的诊所呢，一般主打腹膜外剖腹，也就是避开腹膜直接切开子宫。而这种技术呢，比较不会有肠粘连的风险，也能够缩短这个复原的时间，降低疼痛感。但是手术复杂度跟费用就比较高了。而另外呢，这些剖腹率较高的这个诊所呢，还有一些共同特点，像是议题方面呢，会比医院更注重在设备新颖、环境舒适，甚至会附设月子中心给产妇一条龙的服务，而且还会透过很多的名人网红推荐，透露一种呢生产可以很优雅的讯息。那问题就来了，既然剖腹产有那么多的好处，诊所也常常在做，为什么医界还是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呢？有医生认为所谓剖腹产不会痛比较安全的说法，其实只是一个迷思。毕竟呢，自愿剖腹产不会经历阵痛，手术时呢采取半身麻醉，而术后呢又可以用止痛，看起来相对舒适。但比较强的止痛手段呢，最慢4天就得撤除。那之后这个手术的伤口还是会在，复原的过程还是会痛，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自然产痛前面，剖腹产痛后面的说法。而再来，剖腹产因为需要动手术，所以产后复原的时间也会比这个自然生产还要长。有时候呢，也会可能产生一些手术的风险。像是有研究显示剖腹产因为麻醉风险血栓感染与粘连等并发症，在产后30天内需要入院的几率比自然产高出了2-3倍。而且剖腹产除了有手术风险之外呢，下一次怀孕发生并发症的几率也会增加。那相比之下，自然产的风险比较低，而像是阴道松弛子宫脱垂等等的问题，也可以靠凯格尔运动来恢复跟预防。所以虽然有医师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成熟，现在剖腹产的风险已经降低很多，但还是有不少医师觉得该不该剖腹产呢，应该是专业的医疗判断。那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非医疗需求的自愿剖腹产对母婴有好处，手术风险却大大的提升，所以不值得鼓励。甚至有人质疑说，台湾的剖腹产率节节高升的原因，其实跟骗保险赚钱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呢？因为生小孩不是生病，所以不管是自然产还是自愿剖腹产呢，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不会理赔。但如果是生产中遇到困难，医生判断要进行剖腹，那就算是必要的医疗行为，有机会让保险公司理赔。所以在网络上面呢，就会有一些人会故意找愿意帮忙开立非自愿剖腹证明的医疗院所，再去跟保险公司要保费。而某些医疗院所为了做业绩，也很乐意配合假造证明。根据 ETtoday 的报道呢，这样的手法在保险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因为我们不是调查单位很难确认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不过这种种的问题呢，都让原本剖腹产还是自然产的选择变得更加的复杂。有些选择自愿剖腹的孕妇呢，甚至还会被质疑是娇生惯养，只想要当贵妇等等，面对很多异样的眼光。因此后来慢慢的出现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认为问题的关键根本不是自然产还是剖腹产比较好，而是没有给孕妇选择的权利。
近年来呢，有越来越多人提倡温柔生产或者是顺势生产的概念。他们认为不管是剖腹产还是自然产，更重要的呢是要提供足够的产前卫教跟沟通，让孕妇能够了解自身的状况、生产的过程，清楚的知道每个医疗措施的目的跟风险之后再做出决定。这听起来蛮废话的，但做起来很不容易。因为传统上呢，大家习惯听医生的就好，再加上医疗资源有限，在产前呢，常常没有医疗专业人员可以跟孕妇仔细的解释分娩会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在产房呢会经历哪些事，而孕妇产后的感受呢，也很少有人在意。因此，很常看到孕妇分享说，他们在生产的时候会面临很多未知的恐惧，过程中他们的意愿不一定会被重视，明明承担着失去孩子和自己性命的压力，还要被质疑说怕痛，不能够为小孩忍耐，让他们很容易产生自责的负面情绪。而这种种所谓的生产创伤，严重的话呢，会演变成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有研究显示，在孕妇生产之前，如果有医疗专业人员能够提供详细正确的资讯，就可以有效的减轻孕妇对于分娩的恐惧，加强他们的心理控制感，预防这个生产创伤。因此，温柔生产的提倡者强调，生产不是生病，应该要以产妇的为主体，在安全的范围内，让产妇能有更多的了解跟参与。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作为一个臭直男呢，在这一集之前呢，我们虽然一直知道孕妇生产很辛苦，但其实没有想象到说从怀孕前到生产后会有那么多的创伤跟焦虑的情绪必须要去面对，而且因为大部分的人要取得分辨这些资讯都很不容易，很多时候产妇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向外求助，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理解说，要达成温柔生产在现实上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像现在妇产科的医疗资源已经很吃紧，而且让产妇自主决定之后，如果发生意外，也可能会有不少的医疗纠纷。所以从产妇的身心状况到整个产妇科的大环境，怎么生小孩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选择，背后牵涉到的议题非常的复杂，很需要被我们理解跟讨论。所以最后也想问大家，你对于自愿剖腹的看法是什么呢？不支持除了医疗需要的剖腹，能够自然产还是最好。B 支持如果产妇分析过利弊，要尊重产妇的选择。C 不知道，这一切实在是太复杂了。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剖腹产的讨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后悔当妈妈以及产后忧郁的讨论。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